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它就不知道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一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2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，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这回又干赔了。酒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，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觉得这回完了，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滴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他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2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，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，要不嚼2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。但是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，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，然后订了4个牛腿，打算自己在家做的。这个牛肉干呀，吃着是真好吃，但做起来是真麻烦。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，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半拉身子都是麻的。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，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。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，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，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，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，我要把浴缸拆了。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，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，然后腌了1宿之后，这肉就可以烘干了。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，除非买100台，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着。后来看最近天不错，就决定风干了，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。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，就是串肉。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，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。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，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，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，外面天都亮了。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，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，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。为了蒸这些牛肉干，我把全家的锅都给掏出来了。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。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，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。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，它下的玩意儿实在太鲜亮了，根本用不了。我一点不扒瞎，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，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。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，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。这牛肉干往炉子上一放，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，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。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，它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。等都烤完了之后，我还上秤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，我是41斤买的牛肉，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，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，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。我最近特别馋那种满是汤汁的蟹黄汤包，但是哈尔滨没有专门卖这个的饭店，所以我买了35斤螃蟹，打算试试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算上之前做蟹黄面，这已经是我们第2次和螃蟹打交道了。我算是发现了，扒螃蟹这活它真不是人干的，而且现在螃蟹特别肥，扒的时候很难忍住不吃。我们为了能互相监督，还线组了一道流水线，并且确保每个岗位都多少有点油水。但就这，我们还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损耗。我低头一看呢，我这裤子还打不好2两。
这些是我们7个小时一动没动扒出来的，炒完了一共是6斤6两。我寻思这包上包子不就能吃饭了吗？但是世事难料啊，这包子根本就没个包。这个汤包啊，它讲究一个皮儿薄，所以对手法就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夯包了一下午啊，翻车了无数回，愣是没得到一个完整的包子。后来我试了一下日式记的方子，它是2叉面粉揉成团之后反复擀压15次。这老高级面粉这么干可太变态了，我一下梦回醒时酥啊！我们擀了2个小时才擀好，然后包完膜给它醒一醒就能用了。到这儿我才明白，合着扒螃蟹是这里他妈最简单的一步啊！那面皮就非常筋道了，甚至真的可以吹成个大气球。完包子褶我也不纠结了，爱啥样啥样吧。我决定换个思路，我这顿往里塞馅啊，最小的还包了8两。我寻思这活都干了2天了，还一口没吃上呢，我必须得来一个报复性包法。经过了2天2夜，我这汤包终于要出炉了。得力于日式记的配方，这么沉的馅儿，那包子愣是一个没破。这汤汁吸一口又鲜又甜的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用勺吃包子。完这蟹壳让我煮汤了，做了一锅没有科技的蟹粉豆腐，这味儿真鲜呢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每个包子最少包了5只螃蟹，光成本就200块钱了，它活该好吃。不过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就是寒性太大了，大半夜的没敢吃姜，就把夏天做的红糖姜块翻出来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啊，5个月前遭的罪，今天居然享上福了。你说这事儿整的。